形體同埋現象入邊嘅因果關係，反映出一種形體界以外嘅動力。呢一樣嘢就係業力啦，呢一種動力就係業力啦。唔見嘅業力，大部分嘅人都認為我哋參與進化嘅過程只係限於呢一生。呢個係五官人格嘅知覺。喺佢哋嘅觀點，所有事物嘅存在都不超過自己嘅一生。喺呢個作者嘅世界入邊，佢分咗兩種人，一種叫做五官人，一種叫做多官人。五官人呢係以我理解啦，就係憑 through 我哋嘅五感去感受呢個世界嘅人，淨係即係呢個世界係其實係多於五感噶嘛。咁多觀人就自然就係可以睇得多啲，即係可以睇得 wider than 五官嘅世界嘅嗰啲人就叫多觀人啦。你人格嘅一生係你靈魂無數經驗入邊嘅一次經驗。靈魂嘅存在係超越時間嘅，靈魂嘅知覺非常之廣大，靈魂嘅知覺不受人格所限制，靈魂選擇生命嘅形體經驗，喺我哋睇嚟就係一種進化嘅途徑。Morning，大體嚟講，靈魂選擇生命嘅形體經驗，係 through 許多心理嘅事物同生理嘅事物，將自己嘅能量轉現出嚟。make sense？每一次嘅轉現即係 incarnation， 即係輪迴啊！靈魂都創造唔同嘅人格同身體。喺五官人嚟睇，呢啲人格同身體，即係佢存在嘅全部經驗。但係喺佢嘅靈魂睇嚟，呢個人格同身體就係純粹係呢一次轉現，呢一世我玩呢一世嘅獨特嘅工具，亦即係最適當嘅工具，好似 soul 咁咯。This is where new souls get their personalities, quirks, and interests before they go to Earth. 幾有趣喎！即係話你嘅靈魂呢，認為你過你而家呢一世係用你而家呢一個性格，而呢啲嘢係天生噶嘛 ，fix 咗嘛，你個 body 係點樣就係點樣，你人格係點樣就係點。你揀咗呢個人格同埋揀咗呢個身體之後，就去體驗呢個世界。咁但係你點樣去體驗呢個世界，都係睇你自己而家呢個 moment 點決定嘅啫。因為有啲嘢係 fix 咗，但係有啲嘢係 based on你嘅決定而去體驗噶嘛。所以你話人有冇 free will？人唔係決定有冇 free will 嗰個人咯，而係你嘅靈魂決定你有冇 free will 咯。如果你察覺到你嘅靈魂存在，咁你就有 free will 咯。你就可以用喺你靈魂嘅角度去思考，你到底應該點樣做決定。每一個人都會用佢自己嘅方式，佢自己嘅慧根同埋課題，自覺或者不自覺咁樣對自己嘅靈魂進化做出貢獻，即係喺我哋體驗日常生活中嘅每一樣嘢，係其實係就係不斷幫你嘅靈魂進化咯。當然有啲人可能選擇唔想自己嘅靈魂進化啦，咁都冇問題嘅。母親嘅生命、戰士、女兒、真女嘅生命、愛嘅經驗、脆弱、恐懼、喪失、溫柔嘅經驗、憤怒、藐視、空虛、妒忌，呢一切都係促使緊靈魂嘅進化。一個人格同佢身體嘅所有嘅生理、感情、心理嘅特徵，都完全適合佢靈魂嘅目標，包括有大隻定瘦啦，智力勞頓或聰明，即係醒定蠢啦，醒定冇咁醒啦，性情快樂定悲觀，皮膚黃定黑，
甚至於頭髮同眼睛係黑色啊定咩顏色啊，都完全係適合佢靈魂嘅目標。OK， 即係你係咩人種啦，咩身形啦，同埋你嘅 default setting 係點樣咯？整定嘅，而呢個整定係邊個整定俾你啊？係你自己決定嘅喎，係你自己決定嘅噃。不過你唔記得咗你做嘅呢個決定啫噃。五官嘅人格覺察唔到自己靈魂嘅其他轉現，即係你 sense 唔到自己其他世啊！講起呢個其他世，我曾經有一段 period 係覺得自己嘅某一世係劍龍。點解啊？冇嗰啲 image 就咁 pop 喺個腦度咯，即係多觀人格就意識到或者經驗到呢一種轉現咯。呢種轉現可以係呢一個多觀人格嘅過去世 past life， 亦都可以係未來世 future life。即係話有啲人睇到自己以前，亦都睇到將來嘅自己。從靈魂嘅觀點，佢所有嘅轉現都係同時轉現，所有嘅人格都係同時存在。靈魂嘅一次轉現入邊去除咗惡業。OK， 對其他所有嘅轉現都有幫助，因為靈魂係不受限於時間的。人格一旦消除咗恐懼同埋疑惑之流，不但他的未來，連同他的過去都會一起提升。同時，我們將看到的是，一個人格一旦消除了惡業，那麼其他的意識動態都將跟着受益。呢種情形，有時候五官人可以知覺到一部分，但係對佢嚟講，佢知覺嘅呢啲嘢既非意識嘅動態，同佢內在嘅過程，例如性啊、種族啊、民族啊、文化嘅意識同進化都冇任何嘅關係。除咗佢知覺到嘅呢啲部分之外，其他嘅都遠遠超過五官人嘅知覺能力之外。一個人自覺嘅一生就係無以估價嘅珍寶。如果你今世解決咗你嘅一啲人生課題嘅話，會連同你下一世，你都唔使再面對唔需要再面對呢個課題，因為你已經 settle 咗。即係你今世死咗，你下一世你係 upgrade 咗。我唔講前世啦，佢話前世都係，但係我唔講前世啦。下一世都 upgrade 咗噃，咁即係我呢一 round 如果我玩得好嘅話，我下一 round 我可以玩得更加好喎。啱唔啱先？條數係咪咁計啊？星自覺呢個就叫自覺。人格同身體係靈魂嘅造作面。人格同身體一旦喺一次轉移入邊完成咗功能，靈魂就會將佢哋釋放，最後佢哋會終了。但係靈魂係唔會嘅，每次轉現之後，靈魂就會返到不朽嘅狀態，超乎時間嘅狀態，亦即係再次回歸到慈悲、清明、無限愛嘅狀態。我諗呢個釋放嘅意思即係死咁解，佢嘅意思係話，如果喺呢一次轉現，即係喺呢一世入邊完成咗佢嘅功能，即係我喺呢一世我要學嘅課題或者我要做嘅嘢，我已經完成咗，靈魂就會將佢哋釋放，或者我已經死咗，咁靈魂就會 release 我呢個 body，我呢個 body 係我玩呢一 round 嘅時候我揀嘅呢一個 character 嚟嘅啫嘛。咁我如果我呢一 round 輸咗，咁我再下一 round 再玩嘅時候，我可以再揀個 character 咯。咁但係 before 我玩下一 round 之前，我係會回到一個 status， 就係一個不朽嘅狀態，即係 infinity 嘅狀態，超乎時間嘅狀態，直頭冇時間所限制嘅，亦都係再次回歸到慈悲、清明、無限愛嘅狀態，就係靈魂嘅能量一次次喺自然競技場、喺地球學校轉現，呢個就係進化進行嘅脈絡。Hello， 點解會咁嘅呢？點解我哋要講到人格同靈魂呢？靈魂嘅轉現即係將靈魂嘅力量大量削減，令到佢嘅規模適合形體形式，咁
咁樣嘅削減就係將一個不朽嘅身體系統削減，然後納入幾十年嘅時間架構入邊。這樣嘅削減嘅係一個以直接經驗同時參與無數一生嘅知覺系統，其中無數嘅一生對形體嘅五官而言，有嘅係形體，有的係形體，有啲就係非形體嘅。靈魂自覺地選擇呢一種經驗，為嘅就係要治療。好啦，啱啱嗰段講咩呢？靈魂嘅轉現即係將靈魂嘅力量大量削減，即係本身我哋靈魂嘅力量係可能係100%嘅。咁每一 round 要玩呢，我就放5% 都俾你呢條命去玩。即係其實我哋而家嘅能量，我哋而家嘅力量只係即係只係某部分，我哋自己靈魂嘅某一部分嘅啫。然後納入幾十年嘅時間架構度，即係幾廿年咋，我分5% 俾你咯。嗰種 feel， 嗰種 feel。時間呢個 concept 又有排玩。點解要咁樣呢？點解靈魂要不斷去玩呢個 game 呢？本書就話為嘅係要治療，要 heal。人格就係靈魂入邊需要治療嘅部分。而另外嘅部分，例如係慈悲同埋愛，就係靈魂借俾人格呢一生嘅治療過程。靈魂破碎嘅部分，需要治療嘅部分，必須喺形體物質入邊互相作用，先至會恢復完整。人格就好比曼陀羅，係將破碎嘅部分放到完整嘅部分之內而形成嘅。人格就係靈魂想喺呢一生治療嘅部分，需要體驗形體物質嘅部分。靈魂讓你得以參與呢個治療過程嘅部分，所以你可以喺一個人嘅人格上面睇到痛苦嘅部分，亦都可以見到高貴嘅部分。前者形成人格，後者則屬於人格入面愛嘅部分。即係話我哋今世有啲乜嘢嘅人格，就係代表我哋上一世未學識嘅課題。然後靈魂希望我哋喺呢一 round 玩而家呢一 round 嘅時候，學識點樣去解決我哋嘅呢個問題。咁我哋下一世就唔會再經歷我哋而家經歷緊嘅課題啦。咁當然啦，咁唔係話你一定要做好，即係要解決晒所有嘢啦。我覺得就你呢一世完成唔到，咪留翻下一世繼續咯。反正都係無限 loop 嘅，係咯，即係無限玩嘅呢個 game。睇你想點玩嘅啫噃，呢個 game。靈魂可以有一部分係經驗大愛，一部分經驗恐懼，一部分可能係中立，一部分經驗精神分裂，一部分則非常之慈悲。靈魂嘅力量多偉大，感嘆號。這些部分只要有某啲缺陷，靈魂形成嘅人格就會失去協調。靈魂若能從自己同埋形態轉現接觸嘅部分鬆容地流過，就係協調嘅人格。cool， 揾到個 balance 就可以。靈魂存在就係存在，靈魂無始無終，一直流向完整。人格即係從靈魂以自然力嘅形式出現，係咯，即係靈魂用啲 magic 就，然之後我哋就可以 through 我哋嘅 body 就將我哋人格 physically 咁樣具現化咗佢。靈魂為了在形體界運作，即係靈魂為咗我哋呢一個 body 可以喺呢一個 game 入邊玩到，就用人格嚟做能量工具，就係啲 tools 啦。每個人格都係獨特嘅，因為靈魂聚集以形成人格嘅能量都係獨特嘅。我哋可以話同形體物質交互作用嘅，正正就係靈魂嘅外在性格 persona， 那是你姓名嘅震動面所形成嘅產品。哇！係你呢次轉現嘅時候同星球關係嘅震動面所形成嘅產物。哇！係你能量環境嘅震動面所形成嘅產物。
亦都係你靈魂破碎面所形成嘅產物。哇！好多產物啊！呢個破碎面需要同形體物質交互作用先能夠恢復完整。人格無法離開靈魂獨立運作。啱啊！我哋呢個身體冇咗靈魂，就冇咗靈魂噶咯。冇咗靈魂就係咯，好嚴重喎呢壇嘢，唔可以冇啊！知唔知啊？知唔知啊？你都係啊，唔可以冇啊！你嘅靈魂，人必須觸及自己嘅人格深度，才能夠得到撫慰。因為意識嘅能量係集結喺意識嘅核心，而非意識嘅造作面。造作面就係我哋人格嘛，人格就係意識嘅造作面，係啦，係咯。即係我哋唔可以淨係睇人嘅表面，意識嘅核心個 core 好緊要。有時候人格會喺世界上顯現為四處流竄嘅力量，沒有同靈魂嘅能量銜接。呢種情形可能就係我哋所謂惡人嘅生成嘅源頭，亦都可能係精神分裂生成嘅源頭。呢個係人格無法喺佢母性，即係佢嘅靈魂入邊揾到參考點，或者自己同埋母性嘅關係造成嘅結果。即係佢唔能夠 connect to 佢哋自己嘅靈魂咯，佢哋係 base on自己嘅人格去玩呢個 game 咯。一個人生命嘅衝突同佢嘅人格能量同靈魂嘅距離成正比，即係如果佢人格能量同距離係好遠嘅，係咁遠嘅，咁即係 conflict 會越多。並且我哋將會見到佢亦都無法喺創造方面負起責任。人格如果完全平衡，你就睇唔到佢喺邊度結束，靈魂喺邊度開始。咁樣嘅人就係完整嘅人。但係呢個世界上係咪冇完整嘅人㗎？我想問，即係完整嘅人就係講緊神係咪啊？靈魂嘅治療牽涉到啲乜嘢呢？大部分嘅人都慣於認為我哋必須為自己嘅某啲行為負責，但係某啲行為就唔使嚇。譬如好嘅行為會令到身邊嘅人同我哋走埋一齊，或者令到我哋對身邊嘅人有好嘅回應，我哋都認為呢啲係因為我哋嘅緣故，即係好嘢就係自己攬。但係如果我哋同身邊嘅人鬧交，對身邊嘅人伸出壞嘅回應，我哋都會覺得呢個唔係因為我哋嘅緣故啊，我先會 blame 人哋先咯，都真嘅。如果我哋因為做生意成功而衣食無缺，我哋會認為呢個係我哋自己嘅努力。但係如果我哋要靠偷嘢食先有飯食啊，有衫着啊，我哋就會歸咎於窮，我哋就會賴窮咯。總之就一定要揾嘢賴咯。對自己不利嘅嘢就要賴，對自己有利嘅嘢就要攬。如果找錢找多咗，大家會 keep 定係俾翻嘅呢？呢件事對我哋嘅生活嘅影響，充其量只係一筆意外之財，但係實際上，我哋每一個行為對我哋都影響深遠。我記得有一次，我有被找多咗100蚊，跟住我望住張100蚊，我好記得我企咗喺個餐廳門口望住張100蚊，我係諗咗一陣嘅，然後我唔想對方因為埋數嘅時候發現少100蚊，佢要自己揞翻100蚊出嚟，所以我就俾翻嗰100蚊佢。好慘噶嘛，索數。我哋嘅每個行為、意念、感情都係意圖激發嘅。意圖嘅存在係因，係因就有果。只要參與咗因，就唔可能唔參與果。有因就必有果。我哋要為自己嘅行為、意念、感情同負責，亦即係要為，簡單嚟講，即係要為自己嘅意圖負責啊！最深刻嘅道理就喺呢度，我哋要為自己嘅 intention 負責。你做嗰樣嘢，可能嗰樣嘢最終出嚟嘅 result 係好嘅，但係如果你嘅 intention 本身係唔好嘅話，其實對你嘅靈魂都唔會有，即係都唔會有好嘅果咯。我哋必須參與自己每個意圖嘅結果。
所以我哋必須覺察許多激發經驗嘅意圖。我哋要自己 aware 到我哋嘅 intention， 辨別乜嘢嘅 intention 會產生乜嘢嘅 consequence， 並依照自己嘅意欲去產生嘅 consequence 嚟選擇自己嘅 intention。呢個係明智嘅做法。呢個係我哋細個學習形體界嘅方法，亦都係大個之後改良知識嘅方法。肚子餓嘅時候，我哋就會感受到哭嘅效果。為咗得到自己想要嘅果，我哋會一再做什麼因。啱啊！我哋做所有嘢都係為咗我哋要有某一個結果啫嘛，係咪？我哋一旦學到手指伸進電插咗嘅後果，就唔會再做產生呢個果嘅因，就唔會再擺手指入去咯。我哋亦都從自己喺形體界嘅經驗學習意圖同埋意圖產生嘅結果。五官人就係點樣嘅咧？淨係喺物體形體物質中學習呢啲嘢，咁就會學得好慢啦。例如啦，你憎人啦，你憤恨呢樣嘢係會疏遠咗人同人，你同其他人之間嘅距離噶嘛。咁呢壇嘢，你可能係因為你係嬲就係嬲噶啦，係咪？你唔中意嗰個人就唔中意噶啦。咁變咗你自己會 continue 你呢個 feeling， 但係你可能要經歷好多次，但係最終咧，你都係會了解到呢件事嘅。即係無論你玩幾多 round 都好啦，你可能你呢一個靈魂喺呢個地球已經玩咗300幾 round， 已經玩咗300幾條命啦。而你而家喺呢一 round 你都仲係感受到憤恨嘅話，即係話最終 eventually 你玩多唔知幾多 round 之後，你都會學習到去 let go of 呢樣嘢咯。即係總會有完結嘅一日嘅。大家而家所經歷緊嘅不幸係都總會有完結嘅一日嘅，同埋我覺得不幸都係你未來幸福嘅起點嚟。形體同埋現象入邊嘅因果關係，反映出一種形體界以外嘅動力。呢種動力就係業力啦。形體界嘅萬事萬物，包括我哋每一個人都係一個動力系統入邊嘅一小部分，即係所有嘢都係卡瑪，所有嘢都係業力而生嘅。呢個動力系統遠比五官人所能夠知覺嘅更加廣大。譬如你嘅愛啦、恐懼、慈悲、憤怒，其實都係一個大能量系統入邊嘅愛、恐懼、慈悲、憤怒嘅一小部分嚟嘅啫，只係你睇唔到呢個大能量系統。喺形體界入邊，第三運動定律可以反映到業力嘅動力。有一作用力發生嘅時候，就必有一反向且等量嘅反作用力發生。換句話嚟講，統御進化系統能量平衡嘅業力大法，反映喺形體同埋形體現象，就係統御形體界能量平衡嘅第三運動定律。業力係非人格嘅能量動力。業力嘅結果一旦人格化，亦即係話一旦用人格嘅觀點嚟到經驗業力，經驗嘅方向就會倒轉過嚟，從意圖者嘅能量反方向回到佢嘅身上。第三運動定律所謂嘅反向且等量嘅反作用力，呢種非人格動力喺我哋嘅人格經驗起嚟就係咁樣噶啦。對人懷着憤恨，就會感受到他人嘅憤恨，即係你呢隻嬲嚟嘅，你跟住人哋就會嬲翻嚟咯。對人懷着愛，就會感受到他人嘅愛。我仲以為係講緊 opposite。黃金律就係建立喺業力動力上面嘅行為指南。業力人格化嘅說法就係你俾呢個世界啲乜嘢，世界就會俾翻你啲乜嘢。業力並唔係道德動力，道德係人為之物嚟嘅。宇宙從來都唔判斷啲乜嘢。宇宙從來都唔判斷啲乜嘢。業力只係統御我哋道德系統嘅能量平衡。業力係宇宙嘅非人格導師，教導人類責任呢個課題。呢個幾有趣，呢一個 relationship。業力係我哋嘅非人格嘅老師，即係唔信業力嘅人就未必 aware 到自己嘅非人格，即係 more than 多觀人同五觀人嘅分別。一個因如果冇產生果，就唔算完成。呢種情形就係求取平衡過程中能量嘅失衡。
能量平衡唔一定係人嘅一生完成，你靈魂嘅業力係你咁多個人格，包括你呢一世嘅行為所創造嘅，亦都由呢啲人格行為嚟到平衡。通常一個人格經驗到嘅果，往往就係佢靈魂嘅其他人格所製造嘅。調翻轉嚟睇，佢製造嘅能量失衡，往往亦都無法喺呢一生就平衡過嚟。除此之外，由於唔認識靈魂、轉現、業力呢啲嘢，所以人格往往無法了解自己一生入邊發生嘅事，亦都無法了解自己對呢啲事反應造成嘅結果。譬如話，一個人如果鍾意利用人，佢製造咗個能量失衡，往往都要由受其他人利用平衡翻過嚟，即係你利用完人，最終人哋都一定會利用翻你。呢一點如果無法喺呢一世完成，佢嘅靈魂嘅另一個人格就要受他人利用，即係你呢一 round 體驗唔到 ，it's okay，next round 你點樣都會體驗到嘅。呢個人格如果唔了解自己係受人利用嘅前因所造成嘅果，即係呢個人如果 aware 唔到係因為佢 start， 即係曾經佢有呢個因，所以佢而家要體驗呢樣嘢咧，咁佢就會喺人格嘅觀點去反映呢件事啦。於是佢就會開始憤怒啦，或者怨恨啦，或者懊喪啦，佢開始攻擊對方，或者憤世嫉俗，或者暗自悲傷。而每一種反應都係製造緊業力，製造緊能量嘅失衡。於是又需要翻重新平衡。就係咁，我哋還咗一筆業力嘅債，又欠下另一筆業力嘅債啦。如果你今世 aware 到嘅話，就代表你就學咗嘢啦，即係喺呢個因度，你已經完成咗呢一個 karma 啦，呢一個 relationship。